嗨，大家好，我们是蓝香水族。想必有养珊瑚缸的人都知道，灯具对珊瑚缸是有多么的重要。大多数的玩家的鱼缸，大部分都是在2尺缸以内。那2尺缸以内的灯具的选择，其实五花八门，非常多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款最新的产品，也是日本 Zoox 他们在2个月前才刚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就是我们的 Acro Booster。你只有用好的光线才有办法把珊瑚养好，因为毕竟珊瑚90%到95%的能量是来自于光合作用的，所以在选择光源上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大家右手边是蓝香水族的一个45公分倍率缸，那这个灯具呢，我们已经放上去实际使用了大概2个月了吧？是不是？半年有半年那么久吗？你看一下，它上面有运转时间啊。那这组灯具呢，我们使用起来，我觉得效果非常好，然后可调性啊等等相关的，我觉得优点也蛮多的。那我们这个45公分的立方缸呢，它是一个软体的混养缸，它大部分都是软体珊瑚 LPS 为主，那我们会搭配少部分的 SPS。那现在目前里面的来说，都是养了一些米粉、榔头啊、珍珠、鸟类啊等等这些的珊瑚。这组灯具是一个65瓦灯，然后我们的开的频率大概就是95%的蓝灯跟20%的白灯。我们这个鱼缸之前是用它的 Reef Nano 2的30瓦的灯具，那33瓦灯具，那使用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养更多比较稍微高趋光量的一些软体珊瑚啊，我们就必须要把瓦数用得更大一点。或者是因为这个鱼缸比较深，之前那个我觉得到30公分会很刚好，这个在45公分深，所以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足到下层的时候。应该这么说啦，如果你养珊瑚，光线的强度可以稍微再更强一点的话，其实对你的饲养上来说一定都是有帮助的。但之前那个33瓦也是够用，但就是有一点比较极限一点使用啊，这样子。那这一组灯呢，用起来就是比较有余裕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会就3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这盏灯。第一个就是它的外观，第2个部分就是它的光谱还有光强度的部分，这也是对珊瑚成长还有对珊瑚的显色还有你饲养上面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技术。那第3个呢，就是它的控制器。它的控制器呢，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包班你有用过了嘛？对不对？有。你觉得好用吗？我觉得它设置上还蛮简单的，因为我最近也不是很喜欢用手机来操控，最近觉得用手机连线很累，可以直接用控制器来设定好时间，就蛮简单的。对，就比较直觉一点。好，这是一个10×10的一个方块的灯具，它有搭配一个耳颈，耳颈是可以做任意的弯曲，它长度大概是30公分，所以非常适用在2尺缸以内的鱼缸。好，那弯折上来说，我觉得相当方便，就是可以调整各种角度啊，调整各种前后的距离啊，它比较不会受限于本身灯具的灯架。所以假设我后面这里要放蛋白，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插在这里，然后斜着打？没错，这样就比较不会受限于这个蛋白机放置的位置，因为传统像之前我们的 Reef Nano 2，它就是只能夹在正后方，因为它毕竟它的支架是硬的，它不是软的。如果今天中间是需要放蛋白机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灯具移到隔壁，移到旁边一点，往斜的打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它有带有一个彩屏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呢上面就会显示各种不同模式、各种不同设定。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光谱。这盏灯呢，最厉害的2个光谱，它就只有2个频道而已，一个蓝灯，一个白灯。那我们先从白灯开始讲起。白灯呢，也就是它目前整个市场里面应该找不到像跟它一样的白灯的组成的。这个白灯它是模拟太阳的光谱。你知道什么是太阳光谱吗？慢慢。太阳光谱就是大家目前大家很常讲的全光谱，简单应该这么说，很多人目前说的全光谱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真的全光谱，因为我们说全光谱大概就是要跟太阳一样，但是很多人全光谱只是你肉眼看起来感觉上是全光谱，但是我们实际拿这个光谱仪去测，其实跟太阳光是明显很不一样。那这组灯呢，它的白灯的波长，它就是跟太阳光是非常接近。我们拿太阳光去养珊瑚，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较有用？这个我们先不谈，因为这个还没有人做过这种测试。但是呢，我们看东西最舒服的颜色，是不是在太阳光下面看？对吧？完美拍美照都是在太阳光下面看，会最漂亮。没错。所以基本上太阳光谱可以带给我们人的视觉上面的感受是，应该说可以提供一个最真实的颜色，那也可以让我们人眼睛看起来更舒服。所以它就是借由这种太阳光谱。有可能会对珊瑚成长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它是接近太阳光，那珊瑚在大自然里面也是吸收这太阳光成长的，所以提供太阳光谱，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会对珊瑚有帮助。那如果假设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对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也是会非常舒服。所以这个太阳光谱呢，就是它的，我觉得是这盏灯最大的一个特色。第2个呢，Acro Booster 它只有一个蓝灯的频道，很多的灯具它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蓝灯频道。像是 AI 或者像是其他的品牌灯具，他们蓝灯就切成400、420、450、470这些光谱去做搭配。那对新手来说，这些光谱的组合其实有时候
大家并不是这么会调啦。啊，你是说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设置？打开来它有可能8个通道，那8个通道分别我要怎么设？一开始会不知道。对，那 Zoox 他们这是很贴心的，就是帮大家直接混好光线。他们把蓝灯用他们一个觉得比较漂亮的比例去混合这个灯具，所以大家就只需要把蓝灯调整到你适合的比例，然后你就直接使用，调整强度就可以了。那打出来的颜色我觉得相当漂亮哦，也不会死蓝，然后看起来蛮自然。那班班，你觉得这个光你用了这几个月，你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它看起来眼睛蛮舒服的，对，比较不会刺眼，对不对？嗯。对它，因为它在我们柜台最旁边的位置，就是不太会溢光，对，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是颜色看起来是舒服的，那不会溢光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有一个小设计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这很烫哦，就是它的这个反光杯，它有多做一个反光杯的一个配件。你不怕烫哦？这个配件呢有点烫啊，那它是做金属的、所以会比较烫。那这个反光杯的配件呢，它就可以把光线呢大部分的集中在鱼缸的里面。哦，那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鱼缸尺寸，比如说你今天假设像这个45公分缸，它是比较窄的缸子，我们希望光线可以集中在鱼缸里，我们就加装这个反光杯配件。那如果呢，今天你是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缸子，比如说像一个2尺缸，这2尺缸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再装反光杯配件了，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光线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个散布出去，对，把这个区域给覆盖均匀，哦，所以就可以选择性的搭配这个反光配件。那这反光配件还有很厉害的地方，这个配件呢，我们装上去以后，总亮度大概可以提升80%，就可以变1.8倍的亮度。那在这个灯的下面呢，就可以养一些虚光量更高的珊瑚。假设你想养硬骨啊，想养软体啊，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你说用了它，下面就可以养更强光的珊瑚？因为这个反光杯啊，它会把外面这些溢出来的光线全部聚集起来，更聚焦起来，然后全部都投射在鱼缸里面，所以那些浪费掉的光就全部集到鱼缸里面。哦，对，有点像是很闪的光，然后变成光束这种概念。它是不是很像那个 ATI 的反射板，把那个光折射再照进来？就是它就把光线给聚集起来了。我们实际已经有测试过 PAR 值了，在我们这2个不同的鱼缸里面测试，我们开了全蓝灯跟蓝白灯哦，全开的状态下面，我们直接测试了这个数值。那数值参考大概在这里，就可以参考一下说，你的鱼缸如果配了这个灯，大概你的 PAR 值可以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PAR 值呢，如果你是养脑珊瑚这一类比较弱光性的珊瑚，或者像单胞这种，大概100 PAR 左右就可以。如果你是养一些狼头珍珠米粉，大概150大概到200这个区间就行了。那如果是养硬骨珊瑚呢，通常是在250到500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就可以根据你的虚光量不同去调整你的灯具。接下来呢，我们要讲控制器的部分。慢慢你实际上操作控制器，你觉得怎么样？哦，这个很有趣，我其实觉得蛮简单的，但是有些人拿回去他不会用。它其实只有2个按钮啊，一开始要适应一下，其实算3个，因为它有一个旋钮，对，一个转的跟一个返回。应该说它转的那个可以按，所以那个算2个按钮，然后侧面有个按钮返回键，它其实就3个功能的。那一开始就可能就因为你点下去以后，它会有个颜色变化了，一开始要适应一下，颜色变化的时候可以切换。EcoBoost 的控制器它有3个功能，第一个是它可以自动的功能，自动功能就是它可以设定自动的日升日落。它有6个时间点可以调整，那每个时间点呢，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颜色，那它就会照这个 schedule 去跑，那自动的慢慢亮，再慢慢变暗。第二个功能是手动功能，手动功能就是我们临时想要看什么颜色，或者有客人来家里，你想要秀给他你的鱼缸很蓝，或者是一个就是你想看太阳光下面是什么颜色，你都可以自己去切换不同的颜色。或是你要拍照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调白一点，你有时候可能就不需要用滤镜，就直接把蓝光切掉。对，那你如果当然是你有买滤镜，就直接装上滤镜拍也可以。第3个功能就是设定的功能。那这个设定里面呢，在手动跟自动模式里面，原厂它有帮大家设定了2个傻瓜模式。对，这个是锁定的。这我一开始研究了一段，我想说怎么不能调？对，这个傻瓜模式就是它已经帮你设定好一个软体缸用的模式跟一个硬骨缸用的模式。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设定，你也可以参照它的这个直接使用它的模式。参考。那设置的地方呢，就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它可以设定成主机跟副机。如果你今天假设我们是用一个45公分的鱼缸，你用一台是 OK， 但是假设你用到一个3尺缸呢，原本的灯具你可以再加装一台，然后中间我们只要使用连接线串联起来，你就可以用一个控制器控制你所有的灯具。这样就不用每一台灯具都要一个一个调。对，而且有时候调到不一样颜色。我有6个时段要设置，所以我如果6个时段6个蓝跟白就会有点累。对，就一大堆东西要设。那这样子之后就可以简化整个流程。
在设置里面，它有一些月光模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时间啊这些等等可以设定。它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有控制系统，所以它在这个灯具上面有做一个感温的模式，它可以侦测这个灯具的温度高于某温度的时候，它才启用风扇。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大大的延长这个风扇的寿命。毕竟风扇还是算是一点半耗材啦，如果说有故障啊，灯具过热，那这都是需要做更换风扇。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是，以前都只有日文版本的，这一次我们请原厂做了繁体中文，而且不是简体哦，是繁体中文版本的。那这个东西，这个字啊里面我们都有帮大家勘误过了，所以你用起来会觉得相当的台湾哦，不会有那种假繁体中文那种感觉。什么是？就是有些就会写得很，有些会写得很，就是很中国。比如说你写视频这样，你算是写繁体字，但是写视频。我常常讲视频被观众抢，不是讲视频啊，我们要讲影片，对不对？那这整个灯具的这个使用啊，我觉得我自己用起来觉得非常的满意啊。那它的可调性，还有它的一些灵活性，我觉得也相当好，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用用看这盏灯的。如果你的鱼缸是在一个2尺以内的鱼缸，我们有实际试用过我们Oka的鱼缸的，在2尺内，就算是边角稍微暗一点点的部分，也有大概130%左右，所以其实也相当够用。哦，那其实还蛮够的。对，我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灯这么小一台，会不会两侧的覆盖率很差？发现我其实不会。真的吗？真的。是哦。那中间的部分呢，其实最高的地方也有到300-400，要养硬骨也是可以。真的哦。真的，我昨天测的，那真的蛮强的。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我们店里，我们现在都有展示，然后控制器就在旁边，所以可以通知我们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研究跟操作，可以操作给你看。没错没错。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现在那个控制器我们每天都会被小孩调掉时。对啊，小朋友就过来一直按。真的。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做展示就是这样，比较没办法。不过如果你是家长的话，控制器你可以收在你的底柜里面。对。正常来说都是建议你控制器收在底柜里面啦，比较不会泼到海水，那也可以用的比较久。妈妈，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有，你刚刚手上那个零件有这个吗？我要另外买吗？这个反光杯呢是另外购买的哈，这个是算额外的配件。那正常来说使用的话，我是建议你，其实45公分立方缸你不装这个反光杯也是 OK 的，完全没问题。那如果你是2尺缸呢，是完全不需要装的。那什么状况下我才需要另外购买它？你如果今天想要光线更强、更集中，然后中间的部分想要养硬骨珊瑚，想要把它养得好一点，其实你就可以搭配这个反光杯，那你的光线就可以更强，而且光线比较不会溢出来。所以它不是必要的，但是有可以更好。对，就是你装上去以后呢，这几个好处啊，光线强以外，从侧面看啊，比较不会太刺眼。那你如果真的不希望光线溢出来太多，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灯架给降得更低一点，有没有？像这样，那这个光线就会更集中一点。但是这个缺点就是两旁就会变得比较暗一些，但是它的可调性很高。你看哦，我们可以把它调超低，有没有看到？它离水面现在只有5公分。因为我们要锁好，你要掉下去。不会掉下去了。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调得很高，好，那往前一点点，或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的造景是偏一边的，你可以像这样，把灯集中在左边。那你当然也可以夹在这里啦。我是说，如果造景是偏一边的话，就可以各种不同的调整，然后还蛮灵活的。有些人是正面不想要有光线溢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往斜一点打，这样子呢，光线就不会完全不可能会溢出来了。好，那就这样。还有什么没问到的吗？没有了。好，那就这样，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如果对灯具有兴趣的朋友，也非常欢迎来我们店里面实际看看好东西，就推荐给大家。那有兴趣的话，再过来看看。下期见，拜拜。